各位觉得这是什么武器？是不是很像一把定制化的 AR 步枪呢？可实际上，该武器发射的是30×42榴弹，如同星际战士的爆弹枪一样，拥有恐怖的近战火力。这是巴雷特公司的最新榴弹发射器。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该武器，顺带盘点一下榴弹发射器这种攻坚神器。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在真实的战场上，大部分士兵并不会采用底肩射击，而是会把枪伸出掩体，向敌方的大概位置扫射。尤其是在士兵训练严重不足的俄乌战场，这种情况尤为多见。而如何让己方步兵能够清理这些位置明确但躲在掩体后的敌军，一直是各国陆军在考虑的问题。而榴弹枪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多年以来，美国陆军一直在执行一项名叫精确掷弹兵系统的计划，简称 PGS 项目。美军希望这种武器能够通过精确射击方式杀伤隐蔽和暴露的人员，与传统榴弹发射器相比，具有更高的杀伤力和射击精度。PGS 预计将作为美军士兵的主要武器系统进行装备，并通过一系列弹药提供有效的近距离战斗和反攻势能力。在未来的作战环境中，如城市、林地、沙漠、地下设施，无论白天黑夜，都能够在与实力接近的敌军作战时，提供比类似榴弹发射器更强的性能。而这次巴雷特火器公司和 MAS 公司联合研发的爆弹 AR 步枪，就是竞争 PGS 的新型武器，其真名为班组支援步枪系统，简称 SSRS。SSRS 重 6.3 公斤，总长861毫米，采用5发弹夹供弹系统，发射30×42毫米弹药。从外观看， SSRS 类似于一把放大的步枪，具有手枪握把、扳机组件和类似 AR-15、M16 系列步枪的保险机构。该武器还配备了标准的普卡丁尼导轨，可以安装光学瞄具和其他附件。这次参展的 SSRS 就装备了 Vertex Optics 的 XM157 瞄准具，这是一种可变倍率的光学瞄准器，具备数字显示叠加和激光测距等先进功能。XM157 也将成为陆军新型的 6.8 毫米 XM7 步枪和 XM250 班用自动武器的标准瞄准器。巴雷特公司在展示会上还展示了9种不同的30×42毫米弹药模型，包括高爆弹、燃烧弹、穿甲弹以及用于训练的弹药类型。此外，还有一种名为近战的弹药，看起来像是一种类似散弹的弹药。可以看出，通过切换不同类型的弹药， SSRS 可以应对多种作战需求，包括打击人员目标、轻型装甲目标以及近距离战斗。除了巴雷特，另一家枪械巨头比利时的 FN 公司也参与了 PGS 项目的竞争，其开发了一款名为 PGS-001 的武器。该武器在外形上和 FN 公司的知名产品 SCAR 有几分神似，但其炮口巨大的制退器格外引人注目。目前我们对这2款武器的了解还仅仅存在于外形阶段，目前还没有这些武器的大量实战画面流出。不过，根据美国陆军在先前的 PGS 招标公告中提出了对于弹药的具体要求， PGS 至少能够和美军之前开发的 XM25 一样，能够发射反掩体榴弹。这是一种空爆榴弹，通过弹道计算机和可编程榴弹，能够让使用者直接向掩体上方开火。可编程榴弹会在经过掩体后直接在上空爆炸，用于精确且快速地消灭掩体内的人员目标。此外， PGS 还要求具备一种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以应对无人机在现代战场上的威胁。总而言之，美国陆军希望 PGS 能够承担多面手的角色，适应实战中各种各样的作战环境。事实上，美国陆军之前并非没有类似的装备， XM25 的惩罚者就是其代表作。虽然能够完成精准清理掩体后目标的任务，但美军依旧认为其是失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XM-25 惩罚者是美国陆军探索的精确榴弹发射器之一，其设计初衷是通过25毫米电子引信榴弹，提供比传统40毫米榴弹更平坦的弹道和更精确的打击能力。这种榴弹能够在空中或者附近目标引爆，扩大杀伤范围。XM-25 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智能技术的轻武器，直接配发给前线步兵，有效射程可达600米，最大射程可达700米，远超一般步兵榴弹发射器。XM-25 的无托式布局和气动式转栓式枪击机制，使其操作更为人性化，甚至考虑到了左撇子使用者的便利性。这款武器系统由德国 HK 公司开发，目标捕获火控系统则由 L3 整合光学系统开发。美国陆军还计划为 XM-25 配备更强力的40毫米口径空爆榴弹，这可能需要 XM-25 配备相应规格的炮管。XM-25 在2005年完成设计和样枪制造，2010年夏季开始在阿富汗战场使用，对抗当地武装分子。当时101空降师部队配备了至少5把 XM-25 和1000发榴弹，士兵对其评价极高，认为它能够重创掩体内的敌人。美军至少通过 XM-25 发射了55发榴弹，击毁了多个敌军据点，甚至让敌军的机枪手不战而逃。101空降师的前线士兵认为，它改变了战争的游戏规则，使得美军士兵几乎只需要携带 XM-25 就可以了。尽管对于它的使用者至今未对其发起投诉，但是有士兵呼吁将其射程提升到1000米。美国陆军在2012年1月宣布加购36把 XM-25 以及配套榴弹。然而 XM-25 在2013年发生了一起炸膛事故，原因是弹药的底火和装药竟然意外点燃了。这次事件呢，导致操作士兵轻伤，武器报废。而更重要的是 HK 公司和技术支持方艾里安特技术系统公司无法解决它平均射击5900发炮弹后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的问题。因此美国陆军宣布阿富汗现役的所有 XM-25 全部除役，直到问题得到解决。2017年美军缩减了新式武器开发预算， XM-25 成为了首个受到影响的项目。主要承包商 Orbital ATK 未能依约交付武器，最终陆军取消了他的合约。尽管双方进行了协调，但承包商未提出满意的替代方案， XM-25 最终是告别了历史舞台。然而它的研发经验为后续精确榴弹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和教训。目前美军的单兵榴弹发射器依然是 M203 和 M320，这两款40毫米榴弹发射器在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军步兵的标准配置。M203 通常安装在 M16 或者 M4 步枪的下方，而 M320 的应用范围更广。M320 榴弹发射器是美国陆军为了提升步兵火力而开发的新一代榴弹发射器，它在设计上相较于 M203 是有显著的提升。M320 榴弹发射器采用了整体式握把，这不仅提高了人机功效，还使它能够快速安装在 M16、M4 等北约标准步枪上，而无需重新校正瞄具。这种设计使得它在战场上的部署更为迅速和灵活。M230 的瞄准标尺可以安装在左侧或者右侧，提供了更多灵活性，而双动扳机和可两边操作的安全锁则提高了操作的便捷性和安全性。M230 榴弹发射器能够发射 M203 的所有弹药，包括高爆弹、人员杀伤弹、烟雾弹、照明弹以及训练弹，这使得它在战场上的应用更为广泛。此外，它还可以发射新型的长身弹药和非致命弹药，这增加了其战术灵活性。M230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射器使用，配备了火控系统和可折叠的枪托，这使得它在步枪损坏或者其他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射器使用，这一点是 M203 所不具备的。M230 在发射40×46毫米低速榴弹时，最大射程为400米，这和北约其他榴弹发射器的射程相当。火控系统和激光测距仪的配备也提高了射击精度，使得它在打击远距离目标时更为有效。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M230 榴弹发射器因其先进的设计和性能已被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采用，并且有潜力取代 M203 成为新一代的标准枪挂榴弹发射器。M230 的广泛采用显示了其在战场上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尽管它并非完美无缺。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榴弹发射器在不同作战环境中的表现，我们假设一个虚构的战斗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美军的一个步兵班正在执行一次清剿敌方占据的村庄的任务。敌方在村庄内布置了多个掩体，并且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干扰。美军步兵班配备了 M203、XM25 和最新的 PGS 榴弹发射器。以下是这些武器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在战斗初期，步兵班需要清除前方一处掩体后的敌人。班中的一名士兵使用 M203 榴弹发射器发射了一枚40毫米高爆弹，成功击中了掩体附近的敌人。但由于敌人完全隐蔽在掩体后方，伤害效果有限。这时，配备了 XM25 的士兵上前，使用其精确制导的25毫米榴弹，通过编程引信将榴弹设定为在掩体上方爆炸，直接对隐藏在掩体后的敌人造成了有效打击，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随着战斗的深入，步兵班遭遇了敌方无人机的侵扰， M203 和 XM25 都无法有效应对空中的无人机威胁。而使用 PGS 的士兵则迅速切换到反无人机弹药，通过 XM157 瞄准器具精确锁定空中的无人机，发射了一枚空爆榴弹，将敌方无人机击落。PGS 的灵活弹药选择和先进的瞄准系统，使其在面对现代战场上的多样化威胁时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最后，在村庄的一处巷战中，步兵班需要在近距离对敌方目标进行清除。M230 作为独立武器，其轻便性使得士兵能够灵活使用，但考虑到榴弹设有最小杀伤距离，即为了避免误伤，一些爆炸杀伤性榴弹如果在近距离接触目标是不会发生爆炸的，这个距离因弹种而异。例如，美军常用的 M433 破甲反人员两用榴弹，若其在33米内接触目标，就有可能不会发生爆炸。这种被动保险装置大大限制了榴弹枪在近距离作战场景的应用性，而 PGS 则可以使用近战弹药，让榴弹枪变成一款大口径散弹枪，在无需切换武器的情况下，快速适应作战环境的改变。通过这个虚构的战斗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榴弹发射器各有其优缺点。M203 和 M230 虽然操作简单，而且适合常规作战，但在面对掩体内敌人和空中目标时表现乏力。XM25 的空爆榴弹具有出色的精确打击能力，但其重量和复杂性限制了其广泛应用。PGS 则通过多样化的弹药、先进的瞄准系统和灵活的作战方式，成为现代单兵榴弹发射器的有力竞争者。在面对各种复杂战场环境时，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从 M203 到 M230， 再到 XM25， 再到如今的 PGS， 美军单兵榴弹发射器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战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从早期的40毫米榴弹发射器到具备精确打击能力的25毫米 XM25， 再到现在的30毫米精确榴弹系统，美国军方始终在寻找提高单兵火力投送的有效性和精确性。总的来看，无论是最终 PGS 选择哪种设计，美国军方显然决心在单兵精确榴弹发射器领域取得了突破，为士兵提供更强的火力支援能力。这不仅是对前期 XM25 惩罚者项目经验的总结和改进，也是对现代战场需求的回应。在未来 ，PGS 的成功研发和投入使用将有望为美军提供一种真正具备全方位火力支援能力的新型单兵武器系统，使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中获得更多的战术优势。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